反手第一，一样的，我就打的 Max， 不存在什么特制版。它主要比 D09C 转。乒乓球现在啊，它就是技术在改，不是技术，它这个球在改，还是旋转第一。它肯定不是力量第一，它肯定是旋转加速度，它才形成的这种是质量。你没有旋转，光有速度不行，你光有速度没有旋转不行，它质量永远跟不上。只有旋转加速度，它才是质量，击球质量。我是一块中国海绵，一块这个两面套脚。天潮了我就打中国海绵，天不潮我就打两面套脚。主要中国海绵天天不用，它这胶皮会氧化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好长时间不用，它正手海绵就容易氧化。看，哈一哈感觉好一点了，对吧？潮湿天气，蝴蝶海绵肯定不如这个多尼克海绵更好控制。你看，我这块反手也是第一。客服说 Max 是 2.2 厚度，没有 2.1 级应该是，我测过。但粘的时候你要赶啊，你要去赶，你不赶这个不行。我教大家一下啊，就你比方海绵粘上去以后啊，一定要把膜撕掉，无论粘正手还是粘反手，最后粘的那一下一定要把膜撕掉。你不撕膜粘上是一种感觉，撕了膜粘上一种感觉，千万不要粘着膜去这个叫什么贴着膜去粘，除非你要打第二遍。就有些朋友们喜欢正手先打一打，然后呢打个这个1天撕下来再抹一遍这个油，那你可以贴着膜。如果你粘上不撕下来的话，正反手海绵一定要把上面的膜揭掉，不揭没法打。无论是多尼克还是这个狂飙还是这个蝴蝶，你一定要把上面那个膜揭掉揭完膜以后去擀，看吧，用自己的60、70力量去擀，海绵就好打。你看这外国套胶它就时间长不打它就不太氧化，中国这胶皮就不行，时间长你不打就容易氧化。白胶没有多厚，白胶刷几遍，知道吧？所以粘板一定得，你听着吧，一定要撕掉膜粘啊！除非你打第二遍，怎么粘上能不开胶啊？你这两边要压呀，就你粘完以后这两边要压，用手去按压。护边会不会吸弹性？这个因人而异吧。我是觉得贴上护边以后球会更闷，然后质量会更高，然后会更转。但你前提得能拉得透才行。反手海绵可以这个两面油两面胶，正手海绵建议最后一遍肯定是油啊，不能是胶，胶肯定不行。你比赛打得多的，我建议啊，你用这个外置的外置的，我建议D1跟D05反手打选，我肯定打D1啊，因为你们打不到这个特制版的，那市场版的D05它又没有那么硬。如果你水平很高，我建议你打D1；如果你水平一般，我建议你打D05。咱就有什么说什么，咱不能这个乱说，对吧？多练手腕手指的力量，反手拧拉。多练手腕手指的力量。两面 D09C 肯定不行，朋友。我不是说 D09C 海绵不好，你两面 D09C 不如一面 D1，另外一面 D09C。因为打正手它肯定不如 D09C。我的特制版 D09C 打正手它都没有我现在打的市场版的这个D1好。因为我打的D1包括勾1，我用的什么样的海绵，大家用的也是一样的，不存在这个什么 AB 货这种。但我原来打的蝴蝶确实 AB 货，咱有什么说什么。6、7成的力量去擀，
可以，黄章加钩叶可以打。我觉得你包里面就一块多尼克的红章或者一块多尼克的这个黄章，再配一块内置球板，已经圆满了，真的圆满了。我的内置球板太好打了，真的很好用。我贴正手第一，反手第一，但是我中国海绵没贴啊。我那天试了一下，真的很好用。所以我试完以后，让他们教练试，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用，特别好上手。然后我就跟德国那边说，我说赶紧做吧。T80和 T05怎么选？一个都别选，你去选 D。选 D，T 太软了，打不了。但你要是初级的可以啊，你如果有一定水平的话就别选了，没法打，那个太软了，没有击球旋转和质量。你看这胶皮粘度啊，你看这边贴成这样了，对吧？啊，差不多。粘度啊，我说粘度，它只有粘它才能贴成这样，它如果不粘的话根本压不紧。某种程度上，我这个红海绵还比这个黑海绵压得紧。它粘住了，说明这胶皮，你看是吧？红章啊，红章可以。如果不着急的，可以等等我那个内置的也可以。这内置球板特别好打，就一款内置的，让我试打的这个很好打。我让它稍微做的重一点。我真给大家试，还有一块黄的，你看，黄的我觉得一般，但黄的这块木头还行，是吧？但黄的这个碳素有点软，我觉得一般。我今天试了个多尼克内置球板，太好打了，太夸张了，好打到爆。内置，你们自己看是内置，好打到爆炸。这球板真的没一个人说不好打，我就正手打第一，反手第一。这球板我已经让这个德国在做了，6月份上，没定多少钱，我先让他做2500支这个横板，500支这个直板。这球板太好打，我真没试过这么好打内置球板，真的好打。这球板88克，它做到92克能更好打，我觉得。但我让它做到尽可能横板在90到91，直板在85到86克。我已经今天跟他们说完了，然后厚度在5.95左右吧。我看德国那木材挺好，真的挺好，德国人真严谨。大家别催啊，一催可能质量就不行了。别催啊，看这木材怎么样？这有点像我蝴蝶那木材了，啊，有点像吧？真有点像。